有句话说牵一发动全身啊。刚才特别提到了安氏半导体这个争议呢，原本以为已经落幕了，但还想不到的就是没完没了哈。当然，这也让欧盟考虑开辟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就是限制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使用。根据彭博的报道呢，消息人士指称，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希望把2020年关于停止在行动网络所使用高风险供应商的建议，要转化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同时呢，还规定了，如果不愿意配合的成员国，可能要面临所谓的侵权程序，还有财务罚则。另外，他们也要积极的劝说这些非欧盟的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商。如果这些国家把全球门户计划的资金用在和华为设备相关的专案，那么欧盟可能会拒绝提供资助。而欧盟执委会的科技事务发言人也强调说，他们的5G 网络安全对于未来欧洲的经济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 AI 时代啊。AI 时代当然传输速度跟这个 AI 的基建啊、基础建设大有关系啊。所以这次当然华为设备又被拿出来当做另外一个要开战的战场，而且是针对华为主力的产品，就是 5G 通讯设备哈。那所以倩姐觉得这是欧洲在创造一个战场，创造一个筹码，还是说他们也看到了未来 AI 在基建这一块他们可能的劣势？事实上呢，华为或者是它所代表的整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里面，现在有3项在全球是领先的。所以你智慧通讯，那智慧通讯就会跟未来的智能制造啊什么连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环保相关的。第3个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AI 跟量子。那这3个在中国大陆都有一个很大的领先优势，所以过去的欧洲，他可能会想说，我就用我现有的优势，因为我还是买主啊。今天我买的是旧的华为，那我现在5G 的华为我不要，他可以用他的旧有的优势呢，去主导未来的方向。殊不知，中国大陆在这3个大的领域上面呢，它已经完全有一个另外另辟蹊径的另外的系统。那对于欧洲来讲，它的决定就是说，好，这东西已经发展了、成熟了、实验了，在现地上面已经有现地的落地了，是，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那我要不要？我如果不要的话，我就要全部从头来，从我的研发、制造、财务成本上面，我就要从头来算一遍。对，所以我觉得看5G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记得华为它一开头在那个通讯服务上面，它不是在手机厉害，它是那个 base station， 就是那些给通讯产业的人所提供的那些地方厉害，因为它不但是往后可以共融，它可以往前共融。就是说，以前我们说我4G 的我可以往3G可以连在一起容易，可是我4G 的要去能够跟未来的5G 连，要跟再后来的6G 连，华为是在这些地方最好的，都是 infrastructure， 而且都是跟未来可以连的，就是它整个设计里面它就设计好可以跟未来相融。那其他的不跟未来相融的话，你就要全部重做。你记得我们台湾以前开始有这个手机的时候，你换代就要全部重做你的基地台嘛。对。那华为它的优点就是它 forward compatible。那今天如果说欧洲说，我就是不要买他们的，那你就要去买替代的。那你替代的不但是你要替代今天的，你还要去替代明天的。你每一次换代的时候，你可能都有新的大的成本。那这也是为什么你今天去看啊，华为现在说我的基地台啊、基础设备啊、我的手机跟相关的 application， 它的智慧财产的 license 都是用亿来算的，27亿、14亿，它的那个数量都非常大，因为它让使用者很容易的可以进入下一代。好，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天华为真的不要用了，那就是第一，没有人去承担这个成本；第二个，你会延缓你的实行。等到他们真正用别人替代的5D 玩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6G 已经好了。对，因为今年在15里面已经把6G 就放在台面上了，所以你就永远要落后的这样一个欧洲，大家甘心吗？就是欧洲国家甘心不甘心？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所以现在欧美方面，特别是美国，特别用卫星来做一个替代，怎么看？卫星本来就是一个可能的替代，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卫星在各个国家也会有它的安全疑虑啊。没错，它有一个稳定性的疑虑，那是某一种的安全疑虑，另外一个是安全疑虑啊，这2个都是就是国家安全疑虑，这2个都还是存在的。所以某些国家也许可以作为选择，对于其他的国家就不是一个选择，并且呢，对于
比较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讲，更不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东西不只是华为的5G，其实我们还看到的是所有在数字革命、AI、Quantum 跟未来的卫星、绿色能源革命中间，凡是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够落地领先优势的产业中间，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给欧洲的国家的时候，欧洲的国家都得要想一想，我要不要从头做？从头做的时间、成本以及它的成功率、安全率都是需要算的。没错，这次也有分析啊，就认为说，其实欧洲应该是有备而来啊，但是到底准备了多少呢？这个彭博指出说，德国政府考虑要使用公共资金来支付德国电信还有其他电信业者加速的更换现有他们所使用的华为设备。那在德国啊，他们也算了一下，如果要整个更换华为设备的话，成本要超过20亿欧元，折合台币大约是711亿啊。电信营运商则必须要在2029年底之前，把所有大陆5G 的行动网络设备的关键营运相关的等等内容要完全排除在外，这些都是钱呐。那么都是，你看看德国政府说，那不惜花711亿台币要整个换掉，是这样，是在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一个思维吗？王老师怎么看？德国的政府他说他要拿钱来补贴德国电信，它因为更换华为5G 所衍生的额外费用、额外成本，这其实衍生出很多问题。第一个，你要拿谁的钱？他说是纳税人的钱。对了，政府花都纳税人的钱。好，那可是政府它每个预算都要分各个部门的，从哪个部门来？有人说可能会从国防部门来，因为这是国安问题。也有人说，德国会有那个基础建设的相关部门，从基建部门过来。好，换句话说，德国现在把方向定了，可是钱从哪里来？目前还在云端啊。厂商听了政府对他给他口头的保证，我们会从政府预算拨过来。可是万一，对不对？只要事情没有最后的确定，那总会有风险嘛。对，那德国电信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好，第二个就是说，那拿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没有意见？因为纳税人的钱，他会说你要更换设备，那是你电信商的事啊。为什么会拿大家的钱？为什么拿我？有些人会认为是电信商的事，那为什么要拿我的钱？那这个又在德国社会确实有些争论在。再来，电信商他自己 O 不 OK？ 因为电信商他已经有现在的，他成本已经花下去了，而且他说在华为的5G 相对便宜，而且很多人说好用，我们没用过，对，可靠性也很好，所以电信商要换到新的系统不是不可以，像诺基亚的，可是万一它的稳定性不够怎么办？对，后面衍生的这些，不管是客户的这个抱怨，或者是成本的增加，德国政府不会再给你了，就那传输的品质啊，对，那就是你的。好，最后一个，还有就是那这些电信商的工会 O 不 OK？ 因为工会就觉得你老板就是在乱花钱嘛，钱应该分给我们当薪水的。结果你跑去更新那个已经有的设备，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德国的工会很强的，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现在报道很少看到德国工会的反应，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考虑。讲是这样讲啦，但最后怎么去做哈，实际真的会执行成效是如何啊？恐怕还有待观察。不过现在中方已经有回应哈，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言反击，他就说这种在没有法律依据还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之下，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甚至禁止企业参与市场，是严重违反了市场原则以及公平竞争的规则啊。他也说呢，个别国家强行拆除或移除中方电信企业的优质安全设备，不但会延缓自身技术发展的进程，那会造成巨额的损失。另外呢，把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损人又不利己。现在看来，北京这边。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北京会反制的。但是北京会如何针对华为的这些相关的电信设备啊，在欧洲这边遭遇到的困难，会如何来处置呢？如何反制？是我觉得自己强大、自身强大，这就是最好的。就您讲的底气。我说不好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但就是因为它太厉害了，惹到了别人嘛，这么简单，树大招风。这件事情在2011年到2014年是演的最烈的时候。2012年，芝加哥有个学者说，中国再这样崛起，美国会疯狂。
越崛起越疯狂，现在欧洲也跟着疯狂。我跟你讲啊，大家想想看，2011年发生什么事？那时候我刚好在另外一个友台讲了一个，就是那时候每个礼拜二10点，我正好讲的就是华为，还有另外叫中兴，绝对不能忽略掉中兴复国的一家中兴，这2家一样的。当时还没有现在所谓手机玩到这么火热的时候，是路由器。那个路由器有没有？美国有几家快倒闭，他们要去收购，奥巴马时期。全部呢要被收购之下，全部挡住。这跟2005年中海油去并他们的那个这个雪瑞丰一样的，那个 Unicom 76一样的，全部用国安理由。对，当时你要想到，当中国的那个 PC 市场在2005也是一样，那个联想去标 IBM 大部分的那个产业的时候，他们也只给他部分的嘛 PC 市场。这就是美国后来越来越怕中国的崛起，但是那时候还好，所以2011年就有国安理由挡回去了。这2家持续发展。各位，你想想看，2018年3月22号丢出301法案的中美贸易战，就隔年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我那天在美国，我跟我学弟讲，这件事不是贸易战，就是科技战。而且几个月后，你会让我听到，就是中兴、华为会被锁喉。你看有没有发生？我跟你讲，我学弟可以证明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讲得非常清楚。这样讲好了，你知道2019真的华为被当时是川普那个时候。那个脖子磕得很死，到2020年，拜登继续磕，甚至华为清单3波。各位，任正非2019讲了一些话，他说在2战的时候，一辆飞机啊，从头飞到底的时候被打了好多个这个千疮百孔，但他一样忍着飞到了目的地。任正非说，我们华为，我们有强大的实力，不管他们怎么打，我们一样飞到目的地。而国际友人，第一，我们成本低。第二，我们的品质好，这2个 P 嘛， price product， 还有一个很重要，当然 quality 就是品质好，重要是我们的服务好。全球在的时候，已经全世界都签了这个5G、6G 的未来，刚刚讲的未来性的它的这个手机未来的服务。对，美国当然看不过去了嘛。我现在还在想，现在战机哈。6代战机不是美国还没有真正实验，中国的这个沈飞、陈飞，你知道，这歼36、歼50都出现，以后不是手机是战斗机，美国都追不过，你知道吗？研发速度也这个是5、6代，就是5G、6G，它现在战机也是5代、6代，所以讲到研发速度，中国是这样子的。美国之前多强，看造船业多强，现在停滞，中国是一下超越好几百倍。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欧盟也是一样，所以欧盟现在跟着也疯狂开始锁喉。我觉得他怎么锁得住呢？我这样讲哈，自身强大最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讲2001到2014？因为那时候发生太多事件，除了这个所谓的路由器的事件之后，2012讲的话之后，2013红色供应链，2014最重要是他们2013。当时川还有那个李克强到了德国去参加找人去参加汉诺威会议啊，这是美基数年参加会议，隔年跟中德签的工业4.0。当年定了一个叫做 China Creation 2025，在2015年写完这个文本，里面弄了2步走：工业化、科技化，以及到最后的10大未来推展。第一个就是新一代讯息，注意新一代讯息；第2个才是航太航空哦。新一代讯息就是5G、6G。2014他已经看到未来，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华为有没有国家support？一定多少有。也就是他们看到国家未来，你会发现他们的3步走叫15写的25、35、45。如果你去看了文本，25要做到真的全世界认定它制造强国，35要说它是世界美国才能跟它比的强国，2045是世界第1强国。对，它的第2个百年梦，中国的见证百年梦嘛，就要在2049年达成。这不是他当时讲的非常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哈，现在你说取而代之的主权国家，这个高一贤，我跟你讲，自己强大就有未来。所以当中国在2014年，我飞机每次去讲学到安徽啊，到上海去的时候，每次看到飞机场只有2个很大字叫 China Creation。我当时真的在安徽财大跟那个院长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正在推所谓的科技未来。你看现在11年了，真的只有政策下放，甚至教育扎根呐。他们你知道我上礼拜去南京，他们的教育现在也是跨领域结合哦。我们财经系已经在大陆已经对岸落伍了，到第10几名。台湾还是前3名。老师这个分析其实让我想到，这很可怕，像是我们在下棋一样哈，就是有一句话说呢，你的开棋的这个棋局哈，就是开棋的布局决定了最终的结局，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对，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